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泰国的电动汽车越来越多，而且80%都是中国品牌。而现在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开比亚迪电动汽车的泰国人，他就是现任泰国总理阿努廷。放弃劳斯莱斯改开比亚迪，阿努廷为什么这么捧场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2026年一开年，全球的能源市场就没太平过。美伊冲突越闹越凶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直接受影响，国际原油价格从2月底的70美元一桶一路狂飙到112美元，之后就一直在高位震荡下不来。那些高度依赖进口原油的国家，日子一下就难过了。泰国就是最典型的一个。短短半个月时间，泰国连续2次上调油价，汽油整体涨了20%，柴油也涨了18%。这段时间，泰国街头的加油站全是排成长龙抢油的车，民众出门成本一下子高了一大截，网上抱怨声一片。就在所有人都为油价头疼的时候，泰国总理阿努廷做出了一个让全世界都没想到的决定，那就是放弃自己的千万级劳斯莱斯座驾，换成一辆中国比亚迪海狮07。不止如此，他还亲自开着它去国会、去医院，用最直接的方式带头节油。这事儿放在以前根本不敢想。要知道，去年9月的阿努廷刚上任的时候，座驾是一辆黑色劳斯莱斯幻影，挂着特别亮眼的3333曼谷车牌，出门前后都有警车开道，长长的车队浩浩荡荡，完全是一国领导人该有的排场，走到哪儿都气场拉满。结果到了今年3月，画风直接180度大转弯。3月25日，他坐着一辆深灰色的比亚迪海狮07去国会大厦，车牌换成了曼谷红色临时牌9798，没有开道警车，没有庞大车队，就一个司机加2名随行人员，低调到让人不敢相信这是泰国总理。后来他更是自己上手开车去医院，彻底和燃油豪车说再见。而阿努廷换车的理由大家应该也能想到，没错，就是为了应对泰国疯涨的油价。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，直接跟民众说，电动车不仅能省燃料钱，还没有废气排放，呼吁大家也尽量选择电动车出行。一国总理亲自给中国电动车站台，还天天开着出门，这简直是给比亚迪在泰国打了个免费又顶级的活广告，简直比任何宣传都管用。可能有人会问，比亚迪在泰国也有腾势D9这类车型，还有其他品牌的豪华电车，它为什么偏偏选海狮07？其实原因特别现实，它换车的核心目的是做亲民节能的表率。要是换一辆几百万的劳斯莱斯闪灵或者几十万的腾势D9，本质上还是从一辆豪车换到另一辆豪车，老百姓根本不买账，只会觉得它换汤不换药。只有选海狮07这种普通人也买得起的车，才能让民众真的觉得总理是和大家站在一起，真心在帮大家想办法省钱。更关键的是，这款海狮07是比亚迪在泰国罗永府工厂本土生产的，完全贴合泰国政府的新能源产业战略，还能享受当地的电动车购车补贴。阿努廷选这款车，既是带头响应节能号召，也是公开支持泰国本土新能源产业，一步到位，两全其美。此外，比亚迪2022年正式进入泰国市场，第2年就拿下泰国纯电动车销量冠军。2025年全年，比亚迪在泰国卖出4万多辆车，直接冲到泰国汽车品牌总榜第4名，前面只有丰田、本田、503个老牌车企。为了在泰国扎下根，比亚迪在罗永府砸了近70亿人民币，建了一座东南亚顶级的新能源汽车工厂。2024年7月正式投产，这座工厂年产能到15万辆，冲压、焊装、涂装、总装4大工艺一应俱全，本地员工占比超过92%，本土零部件含量达到45%至50%，拿到了正规的泰国制造认证。海狮07就是这座工厂的核心量产车，从生产到销售完全融入泰国本地。阿努廷选它再合适不过。其实泰国总理换车这件事儿，只是全球能源危机下中国新能源汽车火遍海外的一个缩影。
最近这段时间，全球消费者好像突然集体开窍，全都开始挑比亚迪。中国电车在海外市场直接迎来爆发式增长，到处都是抢车的场面。先看整体数据，2026年1至2月，中国汽车出口总量达到155万辆，同比增长61%，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67万辆，同比增长88%，每10辆出口车就有4辆以上是新能源车。比亚迪的表现更是亮眼，2026年2月海外销量达到10.06万辆，占总销量比重第一次超过50%，实现海外销量超过国内的历史性倒挂。先说说离泰国最近的东南亚市场，中国电车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。菲律宾马尼拉的比亚迪门店2周的订单量就超过过去1整个月，展厅里挤得像菜市场，销售顾问忙到嗓子喊哑都接待不过来。泰国市场就更不用说了，比亚迪靠着本土工厂的优势，销量一路往上冲。2026年1月单月就卖了12894辆，工厂直接满负荷生产，市场份额直逼丰田、本田。越南等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购车热潮，国际能源署都明确表示，美伊冲突正在推动亚太地区的能源消费习惯快速转型。再看欧洲市场，同样掀起了中国电车热潮。2026年1至2月，比亚迪在欧盟销量同比暴涨179%，连续2个月超过特斯拉，成为欧洲插混车型销量冠军。德国网友在网上直言，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够先进，价格配上配置，欧洲本土车根本比不过。英国网友也调侃，以前总觉得中国车是便宜货，现在才知道3万美元就能买到空间大、有智驾、支持快充的车型，性价比高到离谱。比亚迪在匈牙利的工厂2026年1月已经试产，计划年产能30万辆，后续还会进一步巩固在欧洲的市场地位。大洋洲市场更是迎来了历史性突破。2026年2月，中国第一次超越日本，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汽车进口来源国，直接打破了日本28年的垄断地位。比亚迪1月在澳大利亚卖出5001辆车，同比增长641%，销量是特斯拉的10倍，多款车型都冲进当地电动车销量榜前10。当地经销商说，门店客流量暴增，只能紧急招人来应付源源不断的订单。新西兰市场的场面更夸张，91号汽油价格直接冲破3美元每升，普通人实在开不起油车，全都转头选电动车。比亚迪一家门店一天就卖出80辆新车，最便宜的海鸥甚至有客户主动加价提车，展厅里的库存车和展车全被抢空，现在订车要等2个月才能提。比亚迪全系标配的6000瓦外放电功能在当地特别受欢迎，直接抢走了特斯拉不少市场份额。而拉美市场的热度也一点不输前面，比亚迪在巴西直接遭遇大抢购，3月20日到21日这48小时里，比亚迪在巴西卖出超过4300辆车，仅21日一天订单就突破3200辆，创下进入巴西市场以来的新纪录。要知道2025年比亚迪就已经是巴西第1大新能源汽车品牌，巴西也是比亚迪第1大出口市场。2026年前2个月，比亚迪在巴西累计卖了超2万辆车，超过丰田，排在行业第5。目前比亚迪已经在巴西建了本土化工厂，初期年产能10万辆，计划逐步提升到60万辆，还成立了研发中心。最近又拿到了阿根廷和墨西哥合计10万辆的出口大单。就算是有高额关税壁垒的美国市场，中国电车的热度也丝毫没减。很多美国消费者对比多款车型后都说，中国车更舒适、更豪华，价格也更有吸引力。以前大家总觉得充电麻烦，现在油价一涨，都发现充电比加油划算太多。越来越多美国人开始关注中国电车，甚至出现了想买都买不到的情况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上世纪70年代，中东战争引发了2次石油危机，国际油价从3美元一桶暴涨到39美元，翻了10几倍。当时美国市场全是大排量油老虎，价格一涨，民众根本开不起。一直钻研节油技术的日系车抓住机会，冲进美国市场，市场份额从1973年的不足4%一路涨到1980年的20%。1980年，日本汽车产量还第一次超过美国，成为全球第一。
靠着石油危机完成了全球逆袭。半个世纪过去，历史好像又重演了，只是这次站在风口上的变成了中国新能源汽车。当年日系车再怎么省油，还是离不开燃油，依然要被油价牵着走。而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，从上游的电池材料到中游的动力电池、电机电控，再到下游的整车制造、智能化系统，全链条都掌握在自己手里，产能充足，能快速满足全球市场的需求。比亚迪等中国品牌靠着高性价比、丰富的智能配置、成熟的电动技术，打破了日系、德系车在全球市场的长期垄断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